Hello, my name is Erin 大 Taylor. 家好，我叫做 Aaron Taylor，我是气候现实项目的资深项目总裁，副总啊。那么欢迎大家来参加现实24小时，我们第4场的全球对话，主题是如何在全球打造出真正包容的环保绿色社区。今年呢，现实24小时的主题是聚焦解决方案和希望。特别要介绍透过大家的努力所取得的惊人进展。我们呢，不论年龄、行业，都在为阻止升温和建设健康和可持续的未来不断的奋斗努力。就如同几场前面的对话一样，好的，今天呢，我们是要在这里分享故事和理念，了解什么是有效的，怎么样呢才能够有所作为，找到希望和灵感，然后呢，回到自己的社区，好好去做。全球对话呢是一个机会，让全世界的环保倡议人士能够彼此连结，分享观点。我们希望呢，透过大家共聚一堂，彼此学习，我们可以打造出更强大的动力，来赢取胜利。今天呢，为大家请到一组很棒的活动家。好，但是在介绍他们之前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观众们呢，您可以跟我们互动，您可以呢按 Q&A 的这个点，然后呢开一个窗口提问。我们呢会等他们发表完之后呢，一起来回答这个问题。好，首先呢，我要先欢迎的是 Isadora Guran，他是巴西气候现实项目的参与和气候正义协调员。伊萨多拉呢，他拥有他主修的是社会工作哈，那么他专门研究性别、人权和脆弱地区。伊萨多拉，欢迎你。好，那么我们还请到了阿迪迪亚普迪尔，他是印度和南亚气候项目基金会的主任，他在印度的气候变化和可持续发展领域展开了呃广泛的工作。最后一位的成员是 Matt Bond，他是碳中和之路项目的负责人。这个项目呢是由 OPA OP EPA 和气候现实共同发起的。那这个项目呢，是在哥伦比亚的运输和能源部门实施新项目和推广论点，以实现哥伦比亚2050年净零排放的国家目标。好，欢迎各位。那么我们现在要跟大家介绍，我非常荣幸跟大家介绍我们的对话主持人是气候现实项目的创办人和董事长，前美国副总统戈尔先生。好，谢谢 Aaron 的介绍。那欢迎大家再来收看哈。那么如果你们已经收看前3场的话，我再次欢迎你们回来。这是我们今年的现实24小时聚焦解决方案和希望的最后一场对话了。今天呢，我们介绍了许多来自全球各地气候活动家在他们的社区当中所做的工作。这些工作呢是创造了真正的改变和解决方案的这个动力啊。那我们要用这些解决方案来真正的解决我们气候的问题。所以这一场的主题呢是我们要建设绿色社区。那么大家也都看到了，气温上升和这个极端的天气呢，对我们居住的家园带来的威胁越来越严重。我们的家园啦、基础设施、我们的业务都受到了这个影响。但是呢，建筑物和社区的智能规划事实上是解决方案的一个关键领域啊。它不仅是可以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它也可以提高能源效率，而且也可以帮助更多的家庭创造工作机会，还可以节省资金。我们可以为下一代带来更好的一个生活的环境。所以呢，我们今天这3位活动家，他们呢都在他们自己的社区呢，努力建设更环保的一个社区，所以呢，我很期待跟他们的对话。那首先呢，我想要问问大家，听一听你们每一个人的工作啊。那不只是说你们自己做了什么，还有就是为什么你们会从事这份工作？为什么打造一个具包容性的绿色社区对你的社区很重要呢？从伊萨多拉开始好吗？好，谢谢。好，我呢所代表的是马列的这个气候权利性
啊。那马列呢，这是我们社区当中的一个活动哈，就是我们呢是要让大家知道说他们在生活当中受到什么样的环境的这个影响力，然后怎么样能够来推动在我们这个地区或者领土当中的这些解决方案。很重要的就是说呢，这是一个生存权哈，气候权实际是一个生存权了。所以呢，当我们讲到气变的时候，特别是对于这些脆弱的社区，他们在城乡的建设上是很落后的，比较没有办法得到基本的这些权利，那没有办法这种以尊严有尊严的方法生活的这种权利啊。当我们讲到这个气候的时候，事实上对他们讲是一种生存，所以这是我觉得最重要的原因。我们的解决方法呢，一定要考虑到住在这个领土上的人，这也是我想要大家了解的，而且我要觉得要让孩子们知道，很多时候我们在找寻解决方案的时候，一定要代表所有的人才行，因为如果说没有包括这些最脆弱的人的话，那这个解决方案呢，即使找到了这个解决方案的话，可能也会影响别的情形，反而会如果没有考虑到所有的人的话，可能会在某些情况加深了这种不平等。所以啊，我们要讲到这种城市的气候的脆弱性，一定要先去考虑到那些受到打击最深的人啊，我们才能够了解到说我们每天生活当中的感受是什么，多去研究气候的这个危机，然后呢，能够找出跟其他事情的关联性，了解到气候改变跟饥饿的关系，跟卫生条件不足的关系，还有在我们的这些领土上。所以呢，我想要强调的就是，我们讲到的事实上是生存权，不只是说失去了这个社区跟生命哈。那因为这些事情，那这么多年来，其实科学已经证实，几十年前做的事情让我们失去了家园跟生命，所以我们必须要改变，不改变是不行的。那么我们这些，我们在这个领土上哈，很多原住民谈的是生存呐、跟城市里头谈的是不一样的。好，非常的好。那么我们从刚才听到了巴西啊，现在我们来听听印度的情况好吗？请阿弟跟我们分享。气候的越来越艰巨的时候呢，我们你看，这里是10月7号了，我们还是很热，所以你的意思是说，你的这个雨季啊，比以前延长了，是不是？是的，雨季持续非常的长，而且呢，下的更大哈，强度更大，所以说，我想我们已经看到了气变的影响了。但是印度是一个很大的国家，我们呢人口有13亿，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人口非常的年轻，我们有2亿5千万都是学龄的孩子，另外呢还有3000万呢是在受高等教育，所以呢你就知道这个是非常影响艰巨的。我们想要能够做出很大的改变。那么很多的年轻人呢，他们呢很认真，他们将来这一代年轻人也会成为医生、律师等等。那么他们长大了以后会受到气候改变最大的影响，所以呢，我们一定要能够做出一些改变，能够让这些年轻人的未来能够更美好。所以我们的项目呢，重点是放在我们目前最大的一个挑战上，就是我们的空污很严重，空气质量很糟，水的这个质量也是年年下降。那我们的生物多样性也受到了损害，所以在我们的
Green Campus 绿色校园的这个项目当中呢，就是希望能够来唤醒年轻人的敏感度，让他们知道说这些事情在身边已经发生了，让这些年轻人了解，让他们能够来开始思考，然后让他们呢在对于环境的议题上更有情感上的连接。除了这个智慧上的连接，还要有情感上的连接，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这个绿色校园的项目啊，Green Campus，让大家呢在这些小孩长大之后呢，他们会成为更负责任的消费者，因为呢，如果你这些我们这些消费者能够如果变成是跟这种发达国家的上一代的消费者一样的话，那就是不行的。所以呢，让他们这些年轻人从小就有意识，在购买或者在消费的时候呢更有意识，而且要不断去谈。刚才呢谈到了是生存权，没有错。我们呢这40年来一直在发生，也会在我们这里也发生了，所以呢非常的重要。非常感谢你啊！那等一下呢，我们再回来听你的分享。那么 Matt 也谢谢你所做的一切的工作，你跟我们的这个气候现实啊做了很多的项目啊。那么欢迎你再回来，可不可以请你来谈一谈？好，谢谢。谢谢你请我来参加这个对谈。在哥伦比亚呢，你们也知道，是对于气候变化来讲是很脆弱的一个国家。我们呢原来是全世界最生物多样性的这个国家，但是也面临了最多的气候上的挑战。这个项目呢是在疫情之前开始的，2020的时候开始，在封城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政府的这个培训的项目哈，我们培训了超过3000个政府的公务员啊来做这个环保项目，所以这是个很大的项目。在这个培训项目当中呢，我们也收到了一个英国政府的一个赠款哈。那么我们现在呢是要做脱碳的这个项目，也就是说在5个州政府当中，我们已经有了这个愿景，知道说将来要怎么做才能够做到能源的这个转型啊和那么我们现在有了讲述的办法，这些呢宣传材料呢也是收集了很多人的意见哈，包括了媒体了，包括了这些学者了等等。你看我们做出了这一套材料，好，这些材料呢非出现的材料非常的棒哈。那我想给你们看一些例子哈，这就是我们所做出到的一些成果。我们想做的就是说是要跟市政府一起合作，所以呢，现在有150个首选的这些城市政府，我们要跟他们做市长了，还有当地政府一起做一些能源跟公共交通的这些项目，要跟私营企业、跟银行一起来合作啊。那么这个是在哥伦比亚一个相当大的一个事情，所有的这个资源呢。气候的这个资源哈，当然有的时候呢，他们很多就有资源，但是还没有一个项目，这个项目呢，还可能没有一个可以马上就能够去资助的项目，所以说我们要推出一些项目呢，是已经准备好可以接到私营企业的这个资金的，就是只要资金一到位，我们马上可以动手做的哈，这个是很好的啊，非常棒，谢谢。谢谢你的工作啊，太棒了。好，那么我来问第二个问题，我们大家都知道呢，你们所要做出这个改变呢是非常艰难的，这不是小任务啊。那么每一天呢都会碰到很多的挑战，所以我想要问问每一位，你觉得呢？目前最大的挑战是什么啊？你想要转型你的社区，让他们能够更有包容性、更绿色、更清洁，对不对？但是呢，我不是只想知道说挑战的内容是什么，我想知道一下说你们怎么去做，去克服这个挑战呢？好，Matt，我们从你开始吧。啊，那这一题从你开始好了。好的，所以呢，最大的这个挑战呢，其实像哥伦比亚这样的国家来说呢，就是国际的气候融资。每一年呢，在 COP 的气候大会的时候呢，总是有这个些协议啦，能够说就是开发中国家发展中国家是可以拿到这个资源，但是事实上呢，这个资源来的不够快哈。那项目呢，也是。所以出的不够快，所以这就是我觉得最大的一个难处了。那很多时候呢，当地的政府他们没有这个能力去做这些银行能够资助的计划，所以说我们呢在讲到像脱碳啦等等的哈，我们或者是像一些费用等等，我们会跟怎么样能够把私营的部门跟银行还有跟这些公家机关能够联合在一起啊。那么有一些呢，他们可能有这个想法，但是没有那个能力啊等等的。那所以呢，这个是我们现在目前要解决的问题。好，很好伊萨多拉，要不要分享一下？是的，好，对我们来说的话，我想要给你们一个我们这个领土的一个介绍哈。那虽然说这个挑战呢，
但是先给你们一个背景，一个脉络吧。那么，那因为很多时候呢，这些环境的种族歧视啦等等的哈，所以呢，很多时候呢，注意力都放在城市啊，那么我们都没有人注意到我们缺乏很多的基础设施啊，因为我们这个原住民的社区呢，就是很不受重视啊。那么还有像，比方说这些种族的屠杀啦等等的，或者是居住的环境很不安全啦等等的，所以呢，我之所以呢写下这样这个马列的这个气候权利书、权利信件的这个原因，就是因为让大家知道我们现在呢面临的挑战呢是跟你们不一样的，而且呢很难去谈气候改变。你可能因为我们有更多迫切的这个挑战跟挣扎的时候呢，很难让原住人民知道说气候这个变化啊，因为呢他每天都要想到说我今天晚餐能吃些什么呢？都还在讨论这种生存问题呢啊。那你让这种人去讨论什么气候变化，真是很困难啊。所以呢，最重要的，我们呢要先去了解这个背景，要知道说在跟他们谈话的时候呢，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要讲到这种脱离感哈，疏离感啊。所以呢，因为很快的我们就看出说，环境跟社会这个问题是是不能分开的，我们必须要把它连接在一起谈，才能够让人们了解这个问题的本质。那还有另外一个挑战呢，就是我刚刚讲的第二部分哈，因为第一个就是说我们呢一起写了那封信，再来第二部分就是要能够赢得大家的支持，包括决策制定人、投资在就是能够在我们信件当中所写的，他们能够去做。比方说，我们在这个领土当中，我们建议了一些解决方案，但是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援才能够把它做出来。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这个才是说要注重传统的知识，或者是我们的这种生存的能力啊。那即使我们面对了这么困难的这个情况，能够受到大家的重视，这是起步。说的非常的好，谢谢。伊迪亚，你来吧。那么我们讲到挑战啊，就是做的最大的挑战呢，就是思维方式了。人们不愿意去与气变联系在一起，尤其是我们讲到有着教育背景的人，他们运营某些机构，他们可能也不愿意往气候上面去靠。那比如说，我们有了这个自然灾害，他们需要采取立即的行动。我们可以说他们的行动呢是被动的，并不是主动的。所以说呢，我们所遇到的挑战呢，就是我们如何可以告诉别人来克服这个问题，以及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如何可以来解决气候的危机、能源危机等等。那么像这些流程啊，与机构对话呀，也是非常的缓慢。他们慢慢的开始懂了。很幸运的是，在过去的几年，我们不断的与他们合作。现在呢，我们也是从生态系统的这些专家们也开始讲气变了，所以说呢，他们也开始来寻找解决方案。这就是我们之前遇到的一大挑战。第二个挑战呢，就是融资方面，解决方案。如果我们想要安装太阳能板的话，是需要钱的。如果想要去做一些环保举措，都需要钱。那么他们很多机构没有这个经济的资源能力去做这个解决方案，所以说呢，他们需要寻求外部的资金或者是其他的一些援助，这就是我们第二大挑战。如果他们愿意去做，怎么去做呢？怎么去获得这个钱呢？是吧？那么我在想啊，这个资金和思维方式是我们所面临的最大的挑战。谢谢。那么继续由
阿弟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因为你刚才一直在讲啊，就是让人们可以看到这样一种关联性。就如果让人们来加入你们的这个工作，就是面临这么多挑战，你是如何来进行动员的，让大家在各自的社区来采取行动呢？阿弟，你先来。好的，好的。那么在我们开始面临这个挑战，可能7、8年以前啊，人们都没有任何进展，人口非常的多。我们开始啊，就是聚在一起探讨了。我们也在想说，哎，我们要不是培训老师，要不去，我们为什么不找到这些年轻人呢？是吧？我们可以来建立这样的一种系统，尤其是学校啊、大学，我们可以在村庄里也可以找到。所以说，我们就开始培训老师。一旦我们开始培训老师，这就很好了，因为我们也是在全国培训了1.1万名老师，这就解决了我刚才讲到这个思维方式的问题，因为他们可以教育人们开始把这个关联性建立起来，可以了解为什么有这样的一种情况，这就是一个解决方案，就是我们来培训老师，把这个理念带到村庄去，带到社区去。还有一点啊，就是我们也是，我们一定要告诉啊这个领导层，尤其是这些绿色的机构，我们也是，在大的城市，在德里啊、孟买，我们也就以大城市作为目标，把一些校长或者是领导聚在一起来讲这个气候啊。我们就开始给他们做讲座，给他们讲气变，这也非常的有用。最后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些气候现实的领袖们，他们特别的棒啊，也是在我知道的一个成功的故事，最好的一个故事就是来自于气候现实的领袖们，因为他们立足于一线，他们知道还帮助我们来翻译材料。比如说像沟通的材料，我们是需要进行翻译的，翻译成当地的语言，他们都帮到了我们。所以说呢，像这些气候现实的领袖们，真的是非常的棒。他们也是神保佑他们，希望他们可以继续把我们的工作发扬壮大哦。谢谢，Isadora，你来回答一下，之后是 Matt 来说两句。好的。那么要与我们的人民来进行互动呢，就是我们要知道我们的受众，因为我们这是一个社区的项目啊，我们也是要知道领土的差异啊、特点，我们可以邀请人们来看他们的兴趣所在。比如说，我们很幸运，因为我们当地有很多的一些项目是由当地人所运营的，那么包括教育、文化、社会等等不同的话题，所以说并不一定是跟气候相关的。但是，那又回到我刚才讲的内容，这也是我们的一个转型的过程，可以让人们跟我们一起携手，可以找到他们，看他们的关切、兴趣在哪里。然后向他们展示气变也是会改变他们的活动的。那么有人呢也是，比如说是应对暴力问题，或者呢是种族平等，我们也会跟他讲说，气变是何以会影响到人口啊，或者女性等等。所以说，我认为这也是对我们来讲非常重要的一个策略。还有就是不要害怕邀请别人，有的时候可能会说：“哎呀，我也不知道这个人不知道愿不愿意过来啊。”出去邀请他们吧，看看在你们的社区什么是管用的。我不知道英文怎么说啊，就是有一个汽车，它呢也是到街道里面去用喇叭来呼唤大家，比如说我们共同来应对气变等等，是吧？我也不知道是不是有人
对气候感兴趣或者是什么，我们一定要邀请他们过来嘛。不要害羞。如果邀请了100个，只有30个人过来的话，这也是一场胜利啊！谢谢谢谢，Matt。好的，那我也会再重复其他的一些嘉宾讲到的内容，因为气候现实领袖在哥伦比亚也是非常的重要。在2018年呢，墨西哥培训之后呢，我们拉美的峰会呢也是发展壮大，我们现在已经有了6万名气候现实的领袖，真的是非常了不起。我们也是培训了很多的政府官员。这在哥伦比亚来讲呢，也是非常大的进步，也要非常感谢戈尔先生的领导力以及气候现实的领导力。我们也从其他国家的这些峰会学习到了，包括培训教师以及印尼的项目。我们像这个青少年夏令营，我们呢也是刚刚开始培训了30名哥伦比亚的青少年夏令营啊，给他们来讲述气候问题。这其实呢，对大自然的可以到大自然里面去做这些讲座，其实是非常的有效，比在教室里面要更加的有趣啊。那么在哥伦比亚当地的组织呢，也是专注于环境的教育，已经有25年的历史了。所以说呢，我们的这个组织呢，也是要把青少年与自然联系在一起，尤其是随着城市化越来越广泛，青少年可能与自然的联系越来越少，所以说我们如何可以把青少年带到大自然去，让他们来建立联系啊？谢谢，说的太好了。那么人们从世界各地在收看我们今天的对话啊，我想问一下，我们的每一位嘉宾有没有什么建议啊？讲具体一点，如果有观众想要参与到此类的活动当中，但他不知道怎么来开始，那你有怎样的建议啊？Isadora，你先讲吧。好的，我特别喜欢来回答这个问题啊。对我来说呢，最好的一个方法呢，就是在内心进行转变，了解我们是社区重要的一份子。在讲到打造绿色社区，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知道啊，我们自己呀也是非常重要的社区成员，一定要打造这个社区，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很多时候呢，我们觉得好像是自己没有任何的权利，讲到气变，有很多的这种感觉啊，尤其是在我的这个圈子，就是我与别人展开了对话，我们会觉得自己好像无能为力。当我们看，比如说更小的一个层次，在自己的街区，哪怕自己的街道，你是很重要的呀，你是这个社区非常重要的一员啊，你就可以从这边开始找到其他人，找到那些，比如说跟你一样担忧某些议题的人，可以呀聊一聊，聊一聊这个气候现实领袖啊，这也是非常棒的。就是我认为啊，就是在巴西非常管用的几点啊，就是要觉得自己不是孤军作战，是有别人跟我一样有志同道合的人，也是付出了举措，我们这样的话呢，就可以从中获得很多的能量啊。对，要知道自己是重要的一部分，自己是重要的一个公民，要找到可以支持自己的人。太好了，谢谢阿迪。那么建议呢，如果大家在收看我们节目的话啊，如果你想要做气候领袖啊，或者是要联系学校或者机构，其实我们自己都有影响圈的了。只要你与周围的这些机构联系他们，跟他们讲啊，这个绿色校园是什么项目，可以获得怎样的影响，然后把他们推荐给我们。我们是有网站的，我们之后呢会有一个行动的号召啊，会有我们的信息
可以把他们推荐给我们。还有呢，就是如果有教育者在观看今天的项目啊，大家一定要知道啊，你是系统的一部分，要看一下讲到，比如说能源啊、水啊，或者呢是废物管理啊、空气管理，会有怎样的益处？尤其是在新冠之后，我们现在都非常的担忧安全，非常担忧健康卫生，是吧？所以说呢，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益处，我有更好的环境啊，更好的食品，更好的健康。那么很多时候呢，可能只要6个月，我们就会看到成果啊。所以说一定要找到我们。好的，谢谢，Matt。好的，我也同意啊。大家所建立的这些人脉是可以维持终身的。要找到这些志同道合的人，与他们建立联系。气候现实的这个讲座啊，也是非常重要的，也是经过多年的这种发展啊，我们可以找到志同道合的人啊。在哥伦比亚，正是因为我们去做宣讲，我们做气候现实的培训。我们的这些气候现实的领袖们也是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啊，与当地的政府官员合作啊，也是使用了数百万美元的可再生能源。大家走出去可以做一下宣讲，可能只要10分钟，不要低估自己的这个能力啊，因为我自己亲眼见证了。谢谢，很高兴听到大家的分享啊。那么最后一个问题。问完之后呢，会把话筒交给 Aaron， 问一下啊，像这个故事的讲述，在大家的工作当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大家有没有找到一些特定的技巧，可以帮助鼓励他人，成为大家工作的一部分？Matt，您先开始，然后再听其他嘉宾的分享。谢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啊。我们现在做的这个讲述。这个项目非常的重要，非常重要，不仅仅是儿童和青少年，还包括边缘人群、女性，包括原住民族，影响都很大。因为哥伦比亚也是历经了几十年的冲突，历史非常的复杂，过去也是非常的黑暗的。我们需要改变社区的这种语言的论调。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可以创造新的这种乐观，这种希望可以脱离冲突。我们这边讲的就是，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哥伦比亚呢，就是特别的腐败什么事也做不了。如果我们可以信任社区，可以信任这个国家的政策制定者，如果不信任他们的话呢，就什么也做不了，是吧？所以说呢，我们希望可以做出改变啊。这是当然是一个长期的努力了，但是我们现在看到了一些进步。太棒了，谢谢。Isadora Adit， 分享一下吧。那么我先说吧，我特别喜欢Matt 刚才讲的，那么要转变这种话语描述非常重要。这个故事的讲述呢，也是用来交换或者是邀请别人来交换他们所面临的一些挑战啊，尤其是气候的影响啊，还有是他们使用了哪些的策略。我认为非常重要的一点呢，就是可以鼓励人们可以来珍视他们可以做的贡献，因为很多时候这些。比如说一些知识说这只是我自己的一个经历，可能觉得没有价值，或者人们觉得自己好像不愿意分享说，即便我懂得可不多，因为又不是我的，我又没有去学校去学，是吧？那么我认为最重要的一点呢，是要告诉他们说，没关系，跟我讲一讲，你是讲自己的挑战的，你是描述自己面临挑战最好的人，是不是？你可以讲在这个街道是受到了内涝，或者是遭到了洪水的侵袭，是吧？可以了解自己的一个领土，了解自己的这个知识的范围是非常重要的，对公众政策或者是改进街区来讲都是很重要的嘛。让大家都知道，他们可以做的贡献讲述知识、讲述自己的经历是非常重要的，是值得分享的。
对的，对的，说的很棒。阿弟，分享一下。那么讲述故事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年轻的受众啊，有的时候呢，像这个气变或者是科学的这方面呢，是觉得可能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理解的，尤其是一些人，他们如果我们开始讲啊，温室气体或者是一些科学知识的时候呢，他们可能会觉得很难理解，但是讲故事他们愿意听，比较容易理解。我像这个电影啊，不可忽视的真相事实仍然是很受欢迎的。所以说呢，人们喜欢听故事，故事讲述非常的重要，尤其是在当地的语言，我们要讲述这些故事，来讲述这些内容。这个策略是非常重要的。如果是适用于当地的，就非常的强有力；如果是讲到特定的某一个邦或者是某一个城市，为什么发生了什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解决方案，邻居在做什么，这些其实可以带来巨大的共鸣啊。一旦我们开始讲述这些故事，以当地语言进行讲述，我们也会看到啊，这些机构呢也愿意站出来，他们愿意加入我们这个战斗啊。所以说，讲述故事是非常强有力的工具，我们也是经常会使用这个工具啊。太棒了，谢谢，也要非常感谢大家的分享，我们也是观众，也是提出了很多的问题。那我会稍后再回来，现在先把话筒交给 Aaron 来回答我们观众的问题。好，谢谢，谢谢各位精彩的讨论啊，真的是希望能够继续听你们分享啊。那么我们也有来自观众的一些问题。好，首先呢，第一个问题。Understanding that political support is a 了 really 解到哈，政治上的支持呢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要素，能够来打造绿色社区。所以说，我想这应该先问 Aditya 好了。我想问一下，就是你觉得城市跟乡镇是怎么样能够来支持消费者或支持小商家，让他们能够来开发绿色和永续的社区呢？你觉得他们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奖励办法，能够让在这个项目在社区当中能够做成？好，从 Aditya 开始好了。好的，谢谢。是的，政治支持呢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是很有必要的。这也就是为什么呢？我们会要跟政策制定者去谈，跟他们谈呢，因为他们呢，因为这些项目需要很多的资源呐，那有些时候这个资源呢，是在他们的手上，所以要决策制定者来去实施。那么特别是像政府啦，或者是城市呢，他们事实上也监管很多的单位，包括这些教育单位等等，所以说他们可以制定一些好的政策。比方说现在呢，我们现在有很多政策是强调智能城市的，那这个呢是从上到下的。那很多城市开始彼此来竞争，希望呢能够得到第一名、第二名等等的哈，因为呢，如果得到这个奖次的话呢，会觉得很受尊重。所以说，透过这样的方法呢，能够做出一种健康的竞争环境啊。那么从政府开始，然后让公务员开始，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实上如果做得好的话，是一个正向的一个动力，是有积极的这个影响力的。是的，我同意。那么 Matt，可不可以请你跟我们分享一下，你们觉得说城市可以做些什么呢？这是个很好的问题。对，市政府啊，那么我们现在有大概115个城市啊，跟我们有合作。那么当中有些是小城市，有一些是比较小规模的城市，但是呢，他们呢也能够进入到这个平台上。因为呢，在哥伦比亚呢，事实上呢，城镇化呢是比例是很高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照顾到这些所有的城镇。还有就是我们的排放跟温室气体的排放哈。讲到这个话呢，说真的，城市里也是一个很大的排放者，所以呢，我们哥伦比亚也面临了很多的滥垦滥伐，很多滥垦滥伐都是这些小乡镇啊所造成的。所以，怎么样能够跟这些当地的政府啊一起合作，来推动改变，减少这个滥垦滥伐？也就是说，还有呢，
比方说像是亚马逊的，是的卡卡啊，或者是阿采莓啦，或者是可可籽啦等等的哈。那么这些要跟他们一起来合作，才能够减少滥垦滥发。那么还有呢，就是很多时候城市呢，一定要跟这些市长们呢一起携手，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是的。好，那么你刚刚讲了好多好多城市啊，而且呢，你们已经有这么多都跟你们在进展工作了，这是很好的。那么伊萨多拉，你觉得呢？是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们呢也学到了，就是我们在写这封信的时候啊，那讲到这些问题啦，还有的解决方案等等，我们觉得想要多了解，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比方说第一步，先去做诊断，对不对？先要了解一下，先把我们的这个城市的气候的脆弱性呢，把它构图构出来，希望能够看到城市当中哪些地方是最脆弱的，哪些地方是最紧急的，等于说把巴西的这个气候构图构出来，然后呢，另外呢，我们让这些领导人能够去了解，去了解一下他的城市，去搜寻一下他的城市在这个气候脆弱性的地图上排在哪里啊，或者是看起来是怎么样，让他们先去了解说问题在哪里，然后呢才能够去推动政策，来打造出绿色的环保的社区，就是这样子。好的，非常好。是的，你一定要先知道现实的情况啊，才能够去打造新的，对不对？好，那么接下来呢，我要问大家哈，因为呢，我们今年的主题呢是解决方案和希望嘛哈，所以呢最后一个问题呢是跟希望有关的，想要问一问大家，什么事情让你觉得最有希望呢？什么给你希望？你怎么来支撑自己啊，做这个环保的工作，继续这个抗争，不断的参与，而且不断的带更多的人来参与。什么给你希望，让你觉得说我们是可以一起解决这个危机的呢？那我从伊萨多拉先开始吧。什么给你希望呢？人，人，这些即使这么艰难，还是愿意奋斗的人，付出了自己的时间、自己的心力，一起来对抗这个问题。那很多时候，这些问题其实都不是他们造成的，不应该由他们负责的，但是他们也不放弃，还是愿意起而行。我觉得我们在彼此之中找到力量，非常好。是的，我们的确是不用单打独斗，我们是彼此支持的。那么 Matt，什么给你希望呢？是的，看到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呢，做出了这么多的改变这一点呢，我们大家呢，在气候现实的这些介绍当中，你看到，还有呢，你看到这么多的改变，这么多的快速的改变呢，让我带来很多希望。过去这几年，在疫情，比方说哥伦比亚也有很多的改变。比方说，我给你一个例子，我们的市政府的这个议会呢，那么这是一个每一年哈，所有哥伦比亚这些市长们都要在一起开会。我们呢在疫情之前做了一个调查，当时他们对于环保的知识呢比较低啊，但是呢在疫情之后，我们又做了一个调查呢，这个基本常识的调查，他们的知识水平都提高了很多哈。那每一年呢都在提高他们的知识水平，还有呢跟年轻人一起合作，给我带来希望，因为呢，那么30个孩子，那么他们是来自于战区的，那么他们呢都看过自己的家人呢受到战争的伤害，那么由他们来参加我们这个环保的训练营的时候，跟他们分享，听到他们的人生，还有听到他们能够怎么样克服，然后呢让他们觉得他们得到关爱，他们在大自然当中怎么样能够得到恢复啊。我觉得跟他们一起让我感到有希望，他们是下一代的环保领导人。好，Aditya，你呢？什么给你希望呢？什么给我希望呢？就是当我跟很多年轻人一起合作的时候呢，真的让我充满希望。对，的确，年轻人让我带来希望。再来还有一个就像是疫情这个例子啊，那么大家呢都在讲
很多年来呢，我们在讲说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在呢，你知道，一开始说没办法，现在有了疫苗了，大家的生活都恢复正常。那我现在看到，在过去这3、4年来讲，有很多的骇客松的这种活动的越来越多。那基本上每个月都有，像是环保的人呢，他们在这个城市、那个城市呢办一些骇客松，所以骇客松呢是有很多年轻人参加的，所以很多在这边做这个头脑风暴，找到解决方案，他们有不同的观点来看这个问题。那么因为他们现在也知道，说真的，这不是一个问题，这是一个现象，所以这是一个发展的一个事实。那所以呢，有这么多的人一起来找寻解决方案，我相信因为呢，透过这些年轻人你可以看到他们的这个能量，他们是想要找到解决方法的，所以呢，这个给我带来很大的希望。我觉得我们走对路了。好，谢谢你们给我希望。我觉得呢，真的很荣幸能够今天参与你们的对话，谢谢你们的加入，也继续你们的工作。那可惜我们的时间呢已经到了，但是呢，在我们结束之前呢，我要再次的感谢所有的语坛嘉宾，也感谢戈尔先生的参与和主持。我也要感谢今天收看的观众们。谢谢你们的参与这场重要的对谈。如果想要多学习气候解决方案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 IG 和网站上看到来自世界各地跟您一样对抗气候变化的这些故事和视频。那我们的网站是www.24hoursofreality.org 我们有很多的短片介绍来自世界各地的环保故事，希望呢让你们看了之后呢，能够得到一些想法，得到启发，知道在你的家园可以做些什么事。那么我们这个对话呢，也把6种语言录下来了，所以呢，我们会放在我们的24 Hours of Reality 的网站上。好，下星期2就会放上去，所以呢，你们可以呢再次去观看，也可以跟你们社区的人士一起分享，让他们来观赏这些对话。好，最后呢，我要再次欢迎戈尔先生来为我们今天的全球对话呢闭幕致辞。好，谢谢，谢谢 Aaron，也谢谢最后这一组语坛嘉宾。我真的也呢感受到了这个希望从你们对谈当中呢得到了很多的希望。那这是我们的最后一场了，我们呢听到来自全世界的这些气候的活动家那么开始谈到了这个公平正义的转型了，基于现实的解决方法，还有呢零排等等，还有包括了建立绿色的包容家园。所以呢，我要感谢各位加入我们。我特别要感谢参与的演讲人，谢谢你们参与了我们4场的对话，你们真的启发了我们，真的是采取了行动，开发出真真正正的实打实的解决方案，就在我们所住的家园开始这么做起。像 Aaron 所说的一样，如果今天你有哪一场没有收听到的话呢，你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接下来几天之后呢，可以看到可以再收听我们的这个内容，可以呢听到这些的领导人跟大家的分享。我们每一年办这个限时24小时的活动呢，我们都会关注在气候运动当中我们觉得最重要的一个领域。那我们需要希望，也需要解决方案。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个10年所采取的行动，就会决定我们有没有办法避免气候危机最严重的影响了，是可以做到的。我们非做到不可，而且我相信我们一定会做到的。因为呢，我们现在有所有的解决方案，可以在接下来的8年减排50%，才能够达到我们的近零2050的目标，是可以解决这个危机的。我们现在开始动了，但是呢，是需要世界领导人的大胆果敢的魄力，也需要社区领导人像你们今天这样的活动家的力量。所以呢，我鼓励大家尽你所能去学和当地
你们的气候现实项目的领袖们去联络，看看您在你的设计当中可以做些什么。你可以去看一下我们 climatereality.org 的这些网站，找到离你最近的分会哈。我相信呢，我们一定可以，我们必须，而且我们一定会做到，而且我们正在一起解决气候危机。所以记得，政治意愿呢是一个可用的资源，一定要懂得去运用。谢谢大家，我们下次再会。